假设现在有一个几百万人口的超级帝国，他们全都是嗜血如命的狂热战士，动不动就把几千个战俘掏心挖肺来祭天，极其凶狠。这时候突然从海上来了一帮叫花子，大概只有几百个在欧洲混不下去的地痞流氓雇佣兵。如果是正常打仗，这几百万大军一人吐口吐沫就能把这几百个流氓给淹死，对吧？但是魔幻的历史发生了，这几百个西班牙流氓竟然在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里，把美洲大陆上最强大的3大文明玛雅、阿兹特克、印加给彻底灭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传统的历史课本告诉我们，是因为欧洲人有火枪大炮，是因为他们带去了天花病毒，是因为他们挑拨离间。但是在今天这期西班牙人的崛起这一课里，江教授用博弈论的视角告诉我们，这些外在因素都是表象。美洲原住民之所以被瞬间秒杀，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社会大脑里被安装了一个操作系统，而西班牙人瞎猫碰上死耗子，直接拔了他们的服务器电源。开始之前，我想告诉大家，目前我有1200位订阅者，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发现95%的观看者并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如果您能花1秒钟点赞并订阅，就能帮助我持续为大家输出。故事的起因其实是被逼出来的。在古代呢，咱们这个世界其实一直都是有联系的，比如维京人早就去过北美，而咱们也不能排除古代的中国人、埃及人去过美洲的可能。但到了16世纪，一场真正的火星撞地球爆发了。为啥呢？因为在1453年，奥斯曼帝国这个中东的狠角色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把原本欧洲通往亚洲的丝绸之路给掐断了。这就像你每天上下班必经的高速公路，突然被一个黑帮老大设了收费站，要收极高的过路费。欧洲人，特别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不想交这个钱，于是他们一拍大腿，咱们从海上绕过去。于是他们雇了意大利的航海老司机哥伦布，本想去找中国，结果一头撞上了美洲大陆。为了防止西班牙和葡萄牙因为抢地盘打起来，当时的教皇大笔一挥，把地球劈成2半，葡萄牙拿了非洲、印度和亚洲，而西班牙拿到了盛产黄金和白银的美洲新大陆。新旧大陆一碰撞，爆发了一场改变人类命运的大交换。大家今天天天吃的玉米、土豆、西红柿、花生，全部都是美洲原住民发明的。特别是玉米，这玩意儿根本不是自然生长的，是美洲原住民硬生生靠科学杂交培育出来的。这些高营养、好养活的农作物被带回欧洲后，直接导致了欧洲的人口大爆炸。而作为回礼，欧洲人给美洲带去了什么？天花、麻疹、霍乱。美洲人根本没有免疫力，直接导致大约80%的土著人口惨遭灭绝。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美洲绝对不是一片荒芜，那里盘踞着3大超级文明：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玛雅人简直是古代的农业和天文天才，他们发明了非常精准的365天太阳历，还搞出了一种3姐妹种植法，把玉米、豆子和南瓜种在一起，玉米给豆子当藤架，豆子给土稀释放氮肥，南瓜的大叶子负责挡住杂草和虫子。这套完美的生态系统让玛雅人养活了成百上千的人口。但后来玛雅文明崩溃了，主流科学家说是生态崩溃，乱砍滥伐，但江教授认为真正导致他们崩溃的是所有文明都逃不开的3个死穴。贵族不干活的人太多，老鼠乌托邦，也就是老头不死，年轻人绝望躺平的状况，以及把底层人逼成奴隶去干活。玛雅人就是这么把自己玩崩的，然后文明散落到了中美洲各地。阿兹特克人简直就是美洲版的古罗马人，他们的整个社会就是为战争而生的。因为气候变化，他们逃荒到了今天墨西哥城所在的一片大沼泽地。
特诺奇蒂特兰，并在那里建起了一座极其繁华的水上大都市。他们有一个极其血腥的爱好——活人祭祀。他们相信太阳神每天都要喝血，不喝血太阳就不出来了，所以他们到处打仗抓俘虏，一次性能活捉成千上万的人，趁人还活着，一刀抛开胸膛，把还在跳动的心脏挖出来祭天。这种极度血腥的手段，目的只有一个：散布恐怖，统治周边部落。这里有一个冷知识，其实罗马人、维京人也都搞活人祭祀。罗马人打完胜仗会把战俘拉到朱庇特神庙面前活活勒死，其实这就是献祭，只不过他们自己不承认罢了。印加人住在南美的安第斯山脉，他们有一套非常奇葩的祖先崇拜逻辑。他们认为皇帝是神，神是死不了的，所以皇帝就算咽气了，也会被做成木乃伊，而且这个木乃伊依然拥有他生前的所有土地和财产。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搞笑的后果：新皇上登基发现国库是空的，地全在死鬼老爹手里。为了证明自己也是神，新皇帝没办法，只能带兵去扩张，打新地盘，这也让他们建起了一个庞大但极度不稳定的帝国。接下来的事情更有趣。先说阿兹特克。1519年，一个叫科尔特斯的西班牙老赖带着几百个手下摸到了阿兹特克的首都。阿兹特克的国王蒙特祖马本来手握几百万大军，看到这几百个白人，居然敞开大门，把他们当神仙一样供了起来。蒙特祖马本来想利用这帮白人去打自己的内敌，但科尔特斯这帮人眼里只有黄金。最后由于文化冲突，西班牙人直接把国王蒙特祖马给绑架了，最后竟然把他给弄死了。虽然西班牙人一度被赶了出去，但靠着天花病毒的助攻，他们很快就杀回来，灭了阿兹特克。再说印加，1532年，另一个叫皮萨罗的西班牙盲流子带着不到200个士兵，迎面撞上了刚刚打赢内战、手握4万精锐大军的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博。大家猜怎么着？皇帝大大咧咧地跑来跟皮萨罗谈判，结果这不到200个西班牙人居然当着几万大军的面，直接把皇帝给活捉了。更魔幻的在后面，皮萨罗对皇帝说：“你想活命吗？用黄金把这间屋子装满，我就放了你。”几天后，印加人真的搬来了一屋子的金光闪闪的黄金。皮萨罗拿了钱，反手就把皇帝给咔嚓了，然后顺势接管了整个印加帝国。故事讲到这儿最大的疑惑来了：这帮美洲人是泥捏的吗？几百万大军，国王被几百个外人当众绑架杀害，底下的士兵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把西班牙人剁成肉酱？传统的历史学家总爱说是因为西班牙人有枪有马，是因为天花病毒。但其实火枪再厉害，那时候也是打一枪要装半天弹药的老掉牙火绳枪，病毒再猛也不会第一天就让人死绝。如果当时去问西班牙人自己，他们会给出一个非常傲慢的答案：因为上帝站在我们这边，而那些土著把我们当成了神明。现在很多学者觉得这个说法太种族主义了，所以不愿承认。但姜教授今天用纯粹的学术和逻辑来证明西班牙人的这个说法，其实隐藏着整个事件最核心的真相。要解开这个谜团咱们得黑进美洲原住民的大脑操作系统里看。玛雅人有本神圣的经书叫波波尔乌，在这本书里记录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底层认知。书里说，神明用泥土、木头造人都失败了，最后用玉米造出了人类。神明造人类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人类在地球上享受生活吗？不是，神造人类纯粹是为了让人类给他们当奴隶、当仆人。人类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服侍神明。曾经人类也试图反抗过神明，结果被神明无情的镇压和屠杀，最后人类被打服了，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神呐，别杀了，我们以后永远乖乖当你们的奴隶。那么问题来了，神在天上，人类在地上，怎么服侍神呢？答
答案就是服从神明在人间的代理人，那些掌握了祭祀大权的祭司和国王。在阿兹特克和印加的社会里，等级极其森严，底层的几百万人被彻底洗脑，他们坚信自己的国王就是活着的真神，是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听到这里，你可能还是没懂这跟西班牙人有什么关系啊？别急，江教授的博弈论告诉我们，任何社会、任何文明之间的竞争，其实都是在玩一场游戏。既然是游戏，大家就必须遵守一个底线规则，我们称之为终极竞技。江教授举了个特别妙的例子啊，在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苏美尔人那里，各个城邦之间天天打仗，但大家有一个默契，你可以杀我的士兵，但你绝对不能碰我的城市和神庙，因为城市是神明在人间的化身，谁都不敢去摧毁神庙，这就是他们的终极禁忌。直到有一天出了一个叫卢加尔扎克西的疯子王，他根本不讲武德，直接冲进别人的城市，把神庙给洗劫了。大家一开始吓得要死，以为天打雷劈，结果发现这个哥们儿活得好好的，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因为他打破了禁忌，在当时人的眼里，既然你敢杀神，你还能活下来，那说明你就是新的神。同样的道理，咱们把视角拉回到今天的世界，无论怎么打，中美贸易战也好，俄乌战争也罢，大家都有一个终极禁忌，绝对不能使用核武器，因为只要有人按了核按钮，地球就毁灭了。大家虽然天天叫嚣，但谁都不敢做这个打破禁忌的人。但是考验你们脑洞的时刻到了啊！假设现在有一艘外星飞船，上面只坐着10个外星人，他们飞到了地球上空，他们根本不知道地球人有什么核武器禁忌，为了立威，他们二话不说，直接往地球上扔了一颗核弹。你觉得咱们地球这80亿人会怎么办？我们会跟他们死磕到底吗？我们会瞬间崩溃，集体投降，因为这10个外星人做到了我们想都不敢想、绝对不能碰的事情。他们在降维打击，在我们的认知里，能用核武器秒杀人类还能活着的外星人，他们深不可测，我们连他们的老家都不知道在哪里，他们就是无法战胜的神明。这就是阿兹特克和印加面对几百个西班牙流氓时发生的一切。在这2大帝国里，原住民的终极禁忌是什么？是皇帝，是神，神是绝对无敌的，神不可被俘虏，也不可被杀死。所以当皮萨罗这200个西班牙人完全不讲武德，直接当着几万大军的面把他们那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活神仙给绑起来，甚至直接咔嚓掉的时候，这几百万原住民的大脑瞬间就宕机了。在他们的宗教逻辑里，西班牙人杀死了我们的神，可是神是不可战胜的呀。如果西班牙人能杀死我们的神，那只有一种解释：西班牙人就是新的最强大的神。小伙伴们，讲到这里，这个千古谜团终于被彻底解开了。江教授给出了一个极其震撼的总结：一个社会的宗教和世界观就是这个社会的电脑操作系统。一旦你从外部摧毁了这个操作系统，就相当于切断了这群人的大脑连接。不管这群人身体有多强壮，不管他们平时打仗有多狠，他们都会瞬间变成失去反抗能力的僵尸和任人宰割的奴隶。玛雅、阿兹特克、印加，他们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农业奇迹和庞大的帝国，但他们给自己挖了一个极其致命的陷阱，建立了一个极度森严、极度不平等的宗教等级制度，强迫数百万底层人去盲目崇拜极少数的顶层统治者。这种社会看起来坚不可摧，实际上极其脆弱，因为它剥夺了底层人民的独立思考能力，把所有人的命死死绑在了一个活神仙的身上。一旦这个活神仙被外力轻易拿捏，整个国家的信仰支柱就会轰然倒塌，不攻自破。西班牙人的残忍固然令人发指，但在这片大陆上，不过是新一代的主子替换了老一代的主子罢了。历史从来不只是过去的故事，它是正在我们眼前循环播放的剧本。
今天我们讲美洲原住民的悲剧，你再去看看世界上那些为了维护权力、搞极度个人崇拜、搞极其森严等级制度的地方，一旦遇到不按套路出牌的外星人降维打击，他们的崩溃往往就在一瞬之间。这也就是今天西班牙征服新世界的全部内容。如果今天这期视频让你对世界历史的底层逻辑有了焕然一新的认识，请务必长按点赞、收藏，并把它分享给你身边那些热爱思考、对世界充满好奇的朋友们，帮他们一起看清历史的真相，保持清醒、独立思考。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